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obe，欢迎收看《旅游浪人 EP6》。在《旅游浪人》系列的影片中，稍微提到了什么是外站四段票，也帮大家整理了2025年 Q4、2026年 Q1、2026过年及棒球 WBC 经典赛机票等。这几集收到了非常多观众朋友们的留言，大家对于外站四段票有许多的疑问。请问第四段台北飞香港可以放弃吗？我看不懂耶，我看不明为何要订香港到台北，最后一程由台北回香港。寇贝尔想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解说外站四段票及外站票，详细的带各位观众去查询及购买。如果你学会了查询的逻辑，不管你是要去日本、韩国，还是要去欧洲、美国，你都能够挖掘出属于自己的超便宜机票。在我们进入实战环节之前，有许多新观众不明白什么是外站四段票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外站四段票就是一个优惠的旅游套票。你不是生活在台湾的人，但会需要利用台湾的航空公司带你去你想去的目的地。台湾的航空公司为了促进载客率，会给予这样的旅游套票更多的优惠。如果你是生活在香港的人，想要到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去玩，会从香港出发到台北转机或中停之后再前往札幌，回程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对于香港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行程，价格却十分的超值。如果你是台湾人，直接购买台北来回札幌的机票，价格相比之下会贵很多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推荐购买外站四段票的原因。实物上我们可以发现，台北飞札幌的来回票是2万元以上，但外站四段票价格便宜时会落在1万到13000元之间，省下近万元还可以到香港旅游，是非常划算的选择。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实战环节中，我会带你找出属于你自己的外站四段票。不管你是想要省钱的小资族，还是想要搭特定航空累积里程的玩家，这集的内容绝对是你的必修课。准备好你的电脑或是手机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查询外站四段票，我推荐的工具是 Google Flights 及 Skyscanner，因为 Google Flights 有许多便捷的功能，有智慧的 AI 功能，查询单程或是来回票可以用于比价。Skyscanner 可以找到许多不同通路的价格，两者搭配使用是很方便的选择。我们来到了 Google Flights 的首页，大家习惯的呢都是点选来回或是单程，但在外站四段票的世界里，请你务必选择这个选项多停点，这个是购买外站四段票的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要输入四段航程。我们延续之前的逻辑，假设我们是一位住在香港的人，要经由台湾飞往日本的札幌，请注意哦，这四段的顺序非常重要，绝对不能够填错。第一段，香港到台北；第二段，台北飞往札幌；第三段，札幌飞往台北；第四段，台北飞往香港。输入完地点之后，先别急着按搜寻，接下来这个步骤是90%的人都会搞错的地方，也就是日期的选择。外站四段票之所以能那么便宜，是因为在航空公司的眼里，你是一个路过台湾的转机客。但是，身为台湾人，我们想要的是一票两吃。我们想要在第一段飞回台湾后，回家睡觉、上班，过一阵子再去日本玩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搞懂转机跟中停的差别。转机的话是代表两段航班中间间隔24小时以内，中停代表是两段航班的中间间隔超过24小时。对于外站四段票来说，通常有两种开法。第一种是完全的转机，也就是你在台湾真的只停留几个小时就飞走了，这适合真的住在香港，完全没有要在台湾停留过夜的人。以这四段机票的日期呢，我们可以设定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日期为5月11号，第三段跟第四段呢，我们设定的日期是5月16号。第二种也是我们最常用的，就是叫做中停台湾。请记住这个口诀：头尾相连，中间拉开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了符合票价的规则，我们会把第一段和第二段的间隔时间设定在24小时以内，或是把第三段和第四段的间隔时间设定在24小时内。只要满足其中一端是转机，就能够触发优惠的票价。回到刚刚的画面，我们来实际操作，一次将日期输入。假设我要安排9月去札幌看棒球，第一段香港飞台北的话，我设定为9月1号。第二段呢，我为了触发转机的优惠，我设定9月2号台北飞札幌。注意哦，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间间隔要在24小时以内。第三段，我在札幌玩了一周，设定9月9号飞回台北。第四段，我们把这个票留着，我们可以设定12月1号再从台北飞到香港，准备下一张外站四段票。我们按下搜寻。搜寻结果出来了，你会看到很多航空公司的机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善用上方的筛选器，点选航空公司，勾选我们的国际航空、长龙、华航跟新宇，也就是我们外站四段票的重点航空。那如果你在台湾中停的话，这三个航空是蛮方便的，班次也很多。如果你有遇到台风或是延误的话，处理跟联络起来也会比较容易。
价格出来后，你会发现这张香港飞台北、台北飞札幌、札幌飞台北、台北飞香港的外站时段票只要12,000元。如果你是单独买台北飞札幌的来回机票，价格则需要20,874元，也就是你多飞了2段，价格还便宜了将近9000元。这个就是外站时段票的魅力。接下来我们利用 Skyscanner 再复习一次，但是我们是使用第3段跟第4段相隔24小时的方式来购票。第一段呢，我们是6月15号从香港飞台北；第二段呢，9月2号台北飞札幌。那第3段我在札幌玩了一周，我设定9月9号从札幌飞回台北。第4段呢，9月10号从台北飞到香港。那要注意哦，这个范例是第3段跟第4段这2段的时间间隔要在24小时以内。选定航班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。如果你是为了累积更多的里程或是升等的朋友，这个方式搜寻到的最低价格通常没有办法进行换票升等，会建议查询完毕后进入到航空公司的官网进行选购，找到可以累积更多里程或是可以升舱等的机票。但它在官网购票的价格会比较贵一些，提供给各位观众参考。我们了解了外站四段票的规则，最后我要提出3点，提醒大家绝对不能做以及需要注意的事情。第一点，如果你需要使用第2段跟第3段的机票，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地，第一段绝对不能够 no show。有些聪明的观众会想，寇贝尔，我第一段不想去香港，我能不能放弃第一段，直接从台北上飞机去札幌？答案是不行，绝对绝对不行。请把这种机票当做是一整张机票，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旅游套票一样，如果你第一段香港飞台北的航班没有搭的话，航空公司会直接把你后面3段全部作废，你到了机场是上不了飞机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先飞去香港，开启这张机票。至于大家常问的第4段机票可不可以不搭 c o b e 有最推荐的做法是，将第4段台北飞香港的日期设定远一点，例如半年后，当成是你下次出国的起手式。利用这第4段飞去香港，再接续下一张外站4段票，这样既不浪费又符合规则。第二点，行李直挂的问题。行李直挂是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飞札幌的外站4段票，我选择第3段札幌飞台北，跟第4段台北飞香港。这第3段跟第4段间隔24小时以内的方式购票，因为他们的间隔时间很短，所以你在网络上进行线上报到的时候，有可能会一起 check in 到。那你到了机场列印出你的行李贴条的话，会显示目的地是在香港，而不是在台北。所以在办理托运回台北的行李的时候，你需要跟地勤人员沟通，说我能不能在桃园机场取出行李，隔天我再 check in 我的第4段机票台北飞香港的行李。扣贝尔个人的经验是，长龙航空都不会有任何问题，但其他航空公司有可能会要求直挂到底，会建议可以询问之后再购买。第3点，第一段要怎么去？这个隐形成本你必须要计算进去。以先前的外站4段票为例，你要先买一张台北飞香港的单程票抵达香港。你可以用廉价航空，例如香港快运，或是用手边的一些里程兑换一张单程票。在计算总成本的时候，请记得一定要把这张机票的钱加进去。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，请预留足够的转机时间。如果你这张单程票延误了，导致你接不上外站4段票的第一段，那这整张票就报销了。即便你有去保旅平险，赔偿的金额可能也补不回你的损失。这也是为什么 c o b e 最近一直在关注曼谷出发的外站4段票。既然去香港当天来回有风险，不如去曼谷玩个几天之后再飞回来，这样既能够规避延误的风险，又能多玩一个国家，而且累积的里程通常更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外站4段票查询教学就到这边。我知道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但我建议大家现在就打开 Google Flights 或是 Skyscanner，找自己预计出游的日期，试着点看看。把外站4段票的起点从香港换成曼谷，中间的旅程呢，可以从札幌换成东京或是大阪。玩玩看不同的排列组合，说不定你会找到很多便宜的外站4段票。如果你在查询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或是你查到了什么超便宜机票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 Kobe，一个致力于帮你省钱、带你飞更远的旅游浪人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。